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长期在国外多年，没有孩子，便回到国内处理我的财产继承问题。还没进屋，却被一群人堵在了门口。为首的女人在那里指着我破口大骂。没想到你看着年纪轻轻，却来勾引一个可以当你爹的男人，你居然下得去嘴。我看着那张和我大哥有几分相似的脸，被气得发抖。他们拔了我的指甲，打断我的肋骨，划我的脸，拖着我在小区游行，任我如何求饶都无动于衷。最后在我快要绝望之际，看到赶来的大哥，我嘴吐鲜血，口齿不清地说道：哥，这继承人我死也不要让他来做。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哎呀，你知道吗？刚刚呼啦啦的来了一帮人，气势汹汹的往八栋那个方向去了，嘴里嚷嚷着什么打小三。我刚从商场回来，一进小区就听到有人在那窃窃私语，打小三。我住的地方是这个城市最贵的地区，说不定还真有金主在这里金屋藏娇，也不知道是哪家人干出了这种事，可真不够体面的。我匆匆离开，刚打开家门还没进去，却被人拦在了门口。你就是徐锦华吧？为首的一个女人斜着眼睛看我，后面跟了一个黄毛和5、6个彪形大汉。姐，就是他。我看了他和老不死朋友圈里那人长得一模一样。后面的黄毛探着头说：朋友圈？难道是昨天和大哥过完房子他发的那条待你多时，物归原主，并配图他和我与房产证的照片那个？那本来是我买给大哥的房子，我回国后，大哥怕2个孩子为了房子争吵，便把房子又过户到了我的名下。我正准备开口，那女人直接用10厘米的高跟鞋朝着我心口一脚踢了过来，还用鞋跟压着碾了一圈。我瞬间倒地，胸口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直接吐出一口鲜血。旁边立刻窜出来2个彪形大汉，拿走我的手机，把我拖到了庭院内。黄毛在庭院里四处打量，好啊，老不死的在我们面前动不动哭穷，结果他倒大方，一把年纪金屋藏娇，还用这么好的房子，可苦了我们这些做他儿女的。儿女，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对那女人和黄毛总有种熟悉感，原来他们就是大哥给我提过的倩倩和大明。你们是倩倩和大明是吧？我不是小三，我是你们姑姑。你给我闭嘴，还敢冒充我小姑？大明直接左右开弓，给了我2巴掌，扇得我头晕目眩，眼冒金星。放屁！我那从没回过国的姑姑，她今年都50多了，你看着也就30多。你要瞎编，也要找个合适的理由。我爸都7老80了，对着那么个皱皮老头，你也下得去嘴？还是真为了钱，什么苦都吃得下呀？我从小爱美，赚钱后更是各种拉皮除皱美白的医美不断，再加上平时注重身材管理，爱打扮，肯定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不少。哥几个把他的嘴给我堵上。旁边的大汉脱下袜子，做事往我嘴里塞，那浓烈的香港脚味道恶臭难闻，我当场呕吐起来。不要不要，你们干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有你们这么对长辈的吗？我真的是你们爸的妹妹，你们可以给你爸打电话求证啊！我马上向门口跑去，却被另外2个大汉夹住，袜子直接塞了进来。妹妹，呵，一把年纪了，还和老头玩不同姓的哥哥妹妹那一套，你羞不羞？大你30、40岁的哥哥，你还真是搞笑哦！这是我这辈子闻过最恶心的味道。我发出一阵阵呕吐，却被袜子堵住出不来。
全部堵在喉咙里，更恶心难受。我妈离婚后重新再嫁给我爸，生了我。我本来就比大哥小上10几岁，我更是随着我妈姓。我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这房子和里面的东西全部归还给我，否则你今天别想竖着出这个门。签字。倩倩把一叠转让合同扔在我的面前，我看着面前这个满脸的恶毒的女人，实在难以把她和大哥口中那个倩倩联系在一起。我和大哥逢年过节保持着电话联系，他总会在电话里向我说倩倩有多么乖巧懂事，就是大明有点调皮。没想到大哥口中的乖巧懂事却这么不是个东西，蛮横不讲理，视法律为无物。我本来回国处理我的财产，我在外打拼本就不易，对女子更加惺惺相惜，想着女人多帮助女人。我的第一意向继承人便是倩倩，我气极了，没想到我的意向继承人却如此对我，他们今天还真能无视法律不成？我扭着身体抵死不从，却被大明直接把我手抓起来。姐，你看他的手，居然是贴的黄金合钻，月色的高级定制甲，8万块一位，我还从来没做过，你倒先享受上了。老不死的居然这么舍得给你花钱，兄弟们，他指甲上的钻石和黄金就当做你们额外的小费，能不能扒下看你们的了？我惊恐地看着那几个像饿狼一样眼冒绿光向我走来的大汉，我猛然推倒倩倩，想要逃走。你个臭婊子，敢推我！兄弟们给我使劲揍，出事了我担着。密密麻麻的拳脚在我身上像巨石一样砸在我的身上，我身上传来撕心裂肺的痛，我明显地感到我的肋骨断了几根，到后面他们甚至把我捆起来荡球一样踢来踢去。我脸上的皮肤被庭院里凹凸不平的石子拉过来拉过去，没过多久就被划得血肉模糊，还有不少小石子扎进我的肉里，混合着我的眼泪就是伤口撒盐，带来的痛楚让我像一条濒临死亡的疯狗，在地上疯狂地打滚哭嚎。我听着他们嘻嘻哈哈的笑声，上亿的房子，敢抢我的钱，也要看你有没有命花。姐，你看他一动不动，会不会出问题？到时候会不会不好交代呀？我重新燃起希望，原来大明还是有良知的，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怂货弟弟？怕什么？出了事有老不死的顶着，他就我们这一双儿女，还真能看我们出事。实在不行，他可以求小姑用钱摆平，你也别想着老不死的能来救你，我们是他唯一的骨肉，他那么大年纪了，再也生不出来了，再喜欢你又怎样？只有我和大明才是他的亲人。我绝望地闭上了眼，原来他们真的敢无法无天。我那桃李满天下温和儒雅的大哥怎么会教出一对这样的畜生？他也不想想我大哥一个教书的，哪来的那么多钱？还是我自己造的孽。心疼2个侄子侄女给大哥前前后后汇了不少的钱，到头来却报应到了我的头上。那几个大汉踢累后朝我走来，我拼命地摇头。倩倩一把扯下我嘴里的袜子，你现在可真丑，签不签？签签，我签我签。我疯狂点头，拖着被他们打骨折的手，颤颤巍巍地签下我的名字。你们放我走好不好？哈哈哈哈！他们仿佛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你当我蠢吗？你被打成这样，出去了我还能有好日子过？更何况我答应了兄弟们的小费还没给呢。倩倩恶狠狠地说道：求求你，求求你，我不会说不出去的，求求你放过我。倩倩无动于衷。我看着不断向我逼近的几个大汉，内心的恐惧到达了顶点。救命啊！救命！救命！我疯狂地大喊大叫，
臭婊子还敢叫！大汉朝着我的脸上给了结实的一拳，我的下巴立马脱臼，鼻子里的假体立刻飞了出去。打我的那个大汉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狂地大笑了起来。他妈的，鼻子居然是假的！哈哈哈哈！我说，那么翘的鼻子居然是假的！我愤怒极了，我全身上下就只有鼻子最难看，是个塌鼻子。我极度在意别人说我的鼻子，这时我做了多次手术，好不容易做到了最满意的程度，却被这群畜生直接毁了。这群畜生，他们是活生生的魔鬼！魔鬼！等我出去了，我定要他们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金子，老子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做指甲还镶这么大颗的金子和钻石的。靠，做小三真他妈赚钱！我看着大汉朝着我步步逼近，我害怕的往后倒退。不要不要不要！我不是做的穿戴甲，是在我本甲上做的，这样直接拿下来等同于生拔我的指甲。可那群魔鬼看到我越恐惧便越兴奋，其中一个直接一把逮住我的手，把我指甲上的黄金使劲往下一拽。啊！我发出凄厉绝望的惨叫，十指连心啊，像有人一拳打进了我的心脏，还活生生给了我心脏一顿暴锤。我痛苦地在地上扭来扭去，眼睁睁地看着剩下的几个大汉蜂拥而上，拔下了我剩下的指甲。我捧着血淋淋的双手在地上不停翻滚，痛，铺天盖地的痛像洪水一样朝我袭来，痛到最后我逐渐麻木。朱倩倩，你们不得好死！呜，贱人，还敢骂我，又给我塞起来！朱倩倩直接又给我了一脚，那双恶臭带着呕吐物的袜子又被塞进了我的嘴里。我突然意识到，今天这群魔鬼是真的要把我打死在这里。我支支吾吾的反抗，可我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姐，你看这个，我们找老不死的要钱，他一分不给，却给这件女人买满墙的爱马仕。什么？朱倩倩不可思议地看着我那满墙限量款的爱马仕鳄鱼皮，那是我从世界各地专柜收集回来的，统一存放在了这个别墅的那间100平的包包间里。贱人贱人，老娘找了老不死的那么多次，怎么求他都没用，害我被债主一直催得东躲西藏。他对我一毛不拔，却舍得给你买这几千万的包。该死的该死的，你到底给他喝了什么迷魂汤？他一边发疯似的踢我，一边让那些大汉搬走我的包，最后不解气还让大汉卸掉我的胳膊。我打听过了，你住到这儿有一阵子了，你的名声在周围还不错，我今天就让你周围的人看看你这不要脸的小三嘴脸。不，我刚住进来半个月，好不容易和一些大爷大妈打熟一片，可以一起跳广场舞了，他们却要把诬陷我这事儿闹得人尽皆知。我最爱面子，这辈子就没这样不体面过。不要啊！我发不出声音，只能疯狂朝着朱倩倩摇头。现在知道怕了。呵，你当初骗我爸给你买房买包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怕？哥几个给我找个东西拖出去，让大家好好看看。我被捆着放在一辆小推车上，朱大明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不锈钢盆和勺子，边走边敲。这女人不要脸，勾引我爸给她买房买包，闹得我们家四分五裂。大家来看看，就是这女人，别让你们家人被骗了。说完还拿勺子撩开我脸上的头发。天哪，这不是小徐吗？我说他经常出去逛街，每天背不同的爱马仕，原来是勾引老头给他买的呀。哎呀，我还当是谁呢？我之前问过他怎么有这么多好东西，他当时跟我说他自己赚钱买的，我还纳闷了，这年头赚钱多不容易，她一个女人家赚得到什么钱？原来是赚的那种钱哟。啧，
我听着周围的闲言碎语，瞪着那几个前几天还和我姐妹相称的面孔。我还送过他们不少小礼物，不帮我报警就算了，转头还一起造谣我。哎呦，还瞪我呢！你自己干的好事儿还不准别人说了？人孩子都打上门来了，还不承认？姐妹们可要管好家里那口子啊，不然不知道转头他又勾搭上谁了。你们这样私下打人闹事是违法的，不管他干了什么，你们都不能这样违法乱来。在一片骂中，我听到了一个天籁之音。我转过头去一看，是平时和我一起跳广场舞的老李头。我朝着他地挣扎起来，赶紧帮我报警，帮我报警！朱倩倩一把把我按住。哟，老头子，你这么上赶着来给他出头，怕不是也和他有一腿吧？这里面还有他多少相好的，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你血口喷人！眼看着唯一站出来替我说话的人被气走了，周围围观的老头瞬间离我更远了，仿佛怕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大哥呀，大哥，你什么时候来？再不来，你唯一的妹妹真的要被你儿女打死了！朱大明、朱倩倩，你们两个狗东西在干什么？不远处传来一阵山崩地裂的咆哮声。爸，你怎么来了？你不是今天上课吗？朱大明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逆子，我不来，你们是不是要活活把人打死？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法律了？她是你们亲姑姑，赶紧放人！爸，你胡说些什么？你在外找小三，给她买房买包就算了，现在为了哄骗我和大明，甚至连这件女人是小姑的话都编出来了。朱倩倩不赞同地说道。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朱倩倩的脸上。我怎么会有你们这样心思恶毒、手段残忍、视法律为无物的孩子？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她真的是小姑。我最后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朱大明还不愿意相信我是他姑姑，直到大哥拿出我平时给他的转账记录，他才终于闭了嘴。我醒来后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旁边坐着大哥，朱倩倩和朱大明站在一旁。我扭过头去，实在不想看到这两个害我至深的凶手。我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我的肋骨断了8根，全身多处骨折，外加下巴脱臼，浑身上下遍布大大小小的伤口和密密麻麻的淤青，指甲被全部拔掉。甲床损伤严重，再长出指甲的概率很小。我的咽喉被臭袜子塞过，有了真菌感染后声带撕裂。最严重的，我的鼻梁。我的鼻子经过多次手术本就脆弱，那一拳更是把我整个鼻梁打得几乎断裂，而且很难修复，以后也难再做隆鼻手术。我只要一想到以后我再也没办法做各种漂亮的指甲，还要每天顶着他鼻梁出门，拉着公鸭嗓说话，就有无边的恨意在我身上蔓延。我恨不得生啃朱倩倩和朱大明肉，喝他们的血，还有那几个被雇的帮凶。小姑，对不起，我个瞎子，我有眼不识泰山，误伤了你，你别报警好不好？求求你了，我给你磕头。朱大明跪在地上，不停地扇着巴掌，在地上磕得咚咚响。倩倩，还有你，这件事你是主谋，你赶紧跪下，给你姑姑道歉。大哥在一旁呵斥道：爸，我才不要，明明是他自己没说清楚，我和大明才打错了人，还不是你。小姑回国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还发那么一条不清不楚的朋友圈。朱倩倩不服，好你个朱倩倩，明明当时我那么多次表示我是你姑姑，你死活不信，还变本加厉的往死里伤害我，你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我没说清楚，哪怕真有小三，你也不能这样，你今天哪也别想去，我马上报警，
你这辈子都别想再出来！”我拉着公鸭嗓尖叫道：“朱倩倩，你自己蛮横无理，不听解释，犯下大错，当真要送你局子里，你才知道悔改。我怎么会生下你这样的孩子？老头子，你少费那么多话，你小时候不教我，现在这么大了，倒在我面前摆起谱来了。你的小儿子不成器，就剩下我这么个好一点的苗子，你舍得送我进去？跪什么跪？他配吗？我们走。”说完便拉着朱大明礼离开了，把病房的门摔得哐哐响。你给我等着！我在病床上摸索着手机，突然间，大哥哐当的一下跪在我的面前。我错愕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小妹，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也恨极了我自己，为什么教育出了这样的孩子？我还以为他们一开始只是极端了点，但本性不坏了。我没想到最终酿成了大错，把你是伤成了这个样子。对不起，小妹。”我看快要年满80的大哥颤颤巍巍地跪在地上，我心里是又急又气，气的是他真打算包庇那2个畜生，又心疼他一把年纪还要跪在地上求我。我才知道，大哥在大嫂早年离去后，便独自带着2个孩子。他工作忙，平时就交给保姆照顾，再加上他少于陪孩子，心里亏欠，便在物质上有求必应。结果最后一个温和有礼的人养出了这样2个魔鬼。他们是文华亲留给我在这世上最后的一点念想了。我知道他们姐弟俩是混蛋，可是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进监狱坐牢，可是我真的做不到啊。小妹，我求求你了，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别报警？我真的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大哥，你别这样。我看着满头白发的大哥跪在我的床前嚎啕大哭，我于心不忍。可是他俩把我伤成这样，绝对不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那一边是我最敬爱的大哥呀。我爸是个封建老顽固，在我18岁的时候，非要我嫁一个30多岁的老男人，我哪肯干，直接和老头子大吵一架，气得老头当场和我断绝了父女关系，赶出家门，老死不相往来。我被赶出门后，身上1分钱没有，是大哥背着爸妈和大嫂在背后偷偷救济我，甚至想办法把我送出了国。我在中餐馆洗盘子的时候，他还会每月按时给我汇他最少1半以上的工资过来。我靠大哥寄给我的工资和洗盘子的钱，攒下了我人生中的第1桶金，开了中餐馆。从此以后，我的中餐馆越来越多，到后来成为了身家几个亿的老板。我始终记得大哥对我的好，便包圆了大哥家一切的费用花销。那套上亿的别墅，便是我送给他最贵的一套房子，还花了几百万让大哥给成绩超差的朱大明去国外留学。没想到我真心对待的人，到头来里却把我快活活打死，我怎么能不恨？我叹了口气，大哥，他们俩在外面欠下了几千万债。什么？大哥不敢置信，他们从没说过。我说这段时间他们2亿找我就是各种要钱，我除了你给的钱哪来的钱？我这是生了什么样的2个畜生啊！我对不起你嫂子，更对不起小妹你。我看着大哥倒在地上大声哭嚎，我可以不让他们坐牢，但是往后我不会再给你们1分钱。以前我给的钱和房产铺面这些，我可以不收回。除了那套别墅外，朱倩倩逼我签了转让协议，那套房子和房子里的东西必须给我还回来。从今往后，我们再无任何瓜葛。还有，他们2个绝对不可能再做我的继承人。我和大哥之前商量内定了朱倩倩来做我的继承人，可发生这样的事，看在大哥的面子上，我没要他的命，没把他送进监狱，
已经是我对他天大的仁慈了，怎么可能还让他做我的继承人？一分钱都别想要再花我的，休想！小妹，谢谢你，终究还是我欠你太多太多了。那房子和里面的东西，我一定让倩倩尽快还回来。我之前给出去的东西，总共价值也有几千万了，他们全部变现后还债应该是个够的。只是再也不能过这种完全不用为钱发愁的日子了。而我知道一个赌徒想让他完全收心，那几乎是不可能。赌博这事，只要有了一次，便有无数次。我倒要看看他们往后能不能收心，再也不赌了。可没想到，就是我这无心的举动，最终将大哥推入了死亡的深渊。半个月后，我听说大哥住院了。我才知道，大哥让朱倩倩把我房子和包还回来。朱倩倩死活不愿意，把大哥的心脏病气得复发了。我被护工推着轮椅去看望大哥，刚到病房门口，却听到了里面传来了吵闹声。老不死的，你凭什么不让我做他的继承人？他无儿无女，我就是他最亲的后代，他早晚得死。那些钱还不得都是我的，给谁花不是花，凭什么不能给我花？朱倩倩这个人渣，我果真不应该对任何赌徒抱有一丝幻想。我还没死就惦记着我的钱，我要真出事儿，那他岂不是要无法无天了？朱倩倩，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我大哥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心思歹毒、人品恶劣的畜生？我的钱宁愿全部捐出去，也不给你留一个钢镚。护工给我推开门，我朝着里面愤怒咆哮：你凶什么凶？50好几的人，搞得像个30出头一样。你这么多年在国外赚了那么多钱，谁知道是不是靠着不同的男人赚到的？他说完将我上下打量，满脸鄙夷，还真像我爷我奶说的那样，你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也就仗着点卖身钱对我大呼小叫。你！我颤抖着没指甲的手指着他，胸口像是有一条暴躁的火龙在乱窜。我在外辛辛苦苦打拼几十年，从一开始没日没夜的刷盘子，到后面生意起来，我也要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赚的钱花了那么多在他身上，到头来却这样恶意揣测我。我要让他死，我要让他死！朱倩倩，你个混账东西！你小姑洁身自好，待你那么好，你却这样诋毁她，你要活生生的气死我！大哥气急败坏地抄起桌子上水杯，朝朱倩倩砸去。老不死的，你敢砸我，就是要气死你！你怎么不早点去死？你早点死了，我就能拿你的遗产了。我还用得着过现在这种日子吗？你怎么不去死？怎么不去死？说完便给了大哥2个大巴掌。我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一切，赌鬼朱倩倩她疯了！你！我看着大哥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直到后面出气多进气少，我才猛然发现不对劲。大哥！我发出凄厉的惨叫。朱倩倩，你快闭嘴！医生，快喊医生！大哥呀，我的大哥呀！大哥死了，被朱倩倩气得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当场死亡。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处理好大哥的后事后，我便在第一时间报了警。朱倩倩、朱大明，从今天起我要让你们生不如死。若说以前我还能看在大哥的面子上勉强放过他们一马，可现在朱倩倩亲手掀了他们的保护伞，气死了他的亲生父亲，那我以前遭受的罪，我要他1000倍万倍的偿还。朱倩倩和朱大明还有那几个大汉被警察以恶意伤人致残和非法剥夺他人财产等多项罪名被警察带走。我找了最好的律师团队，势必要让他们把牢底坐穿。在判决下来之前，我去看了朱倩倩，
这一次他见到我倒跪得比谁都快。姑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这里的饭好难吃，床也没家里的舒服，这里面的人都好凶好可怕，求求你了，姑姑，放我出去好不好？这才到哪，当真是过惯了好日子。我静静地打量着这个披头散发、鬼哭狼嚎的疯女人，再也没了那天上门时的趾高气昂。你当初打我的时候，可有想到有今天？你吃我的穿我的，还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你做什么白日梦呢？你胡说！我花的我爸的钱，什么时候变成你养我了？他还不信，哈哈哈！大哥养他，我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你爸多少工资，你不清楚吗？他那点工资够你买奢侈品、出门旅游、次5星级酒店吗？每个月10多万的零花钱吗？他靠违法犯罪来养活你吗？你动动你的猪脑子想想吧，要不是一开始你爸各种下跪求我，你和朱大明一早就进来了，哪还能让你嚣张这么久？你有想过你爸满头白发跪在我床前痛哭流涕，让我不要报警的场景吗？你爸对你们够好了，可你千不该万不该气死你爸，那是你们唯一的活路。你的活路被你活生生的气死了，你就用这一辈子来偿还吧。你胡说，你胡说！乌爸，爸呀！我离开了，还能听到他的嚎叫声。可怜了我大哥呀，被他最喜欢的女儿给气死了。其他人想要安安静静的吃牢饭可以，唯独他朱倩倩不行。在判决下来前，我撤了朱倩倩的诉，其他人都被依法判决，我更是委托了人重点关照。而朱倩倩，你这苦难的一生才刚开始。当她出去后，发现之前住的房子全部被收回卡里，没有任何钱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呢？哦，我毕竟还是她姑姑，肯定给她留了个容身之所的。大哥的一套又小又破单位分的楼梯房，几十年没住过人，里面应该早就是蟑螂老鼠各种蚊虫的快乐大本营了吧。他一个过了几十年舒适生活的大小街，不知道能不能习惯。一段时间后，我听下面的人传来消息，他一开始找了个班上，不到2天就辞职了。呵，一直靠别人养活的人，怎么可能吃得了自己赚钱的苦？后面找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头养着他。当初骂我小三找老头包养的时候，没想到如今他自己却干了这行。我倒要看看他能忍多久不去赌。赌鬼要是那么容易戒赌，那就不叫赌鬼了。果不其然，一段时间后，他靠着老头给他的钱混迹于各大地下赌场，短短个把月的时间里，便又欠下了上千万的赌债。我倒是小看他了，而老头嫌弃他是个无底洞，早就和他分手了。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染上了怪病，浑身长满了密密麻麻菜花，看着都瘆人。隔三差5被债主上门暴力催债，他便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我看着他流落街头，面黄肌瘦，目光照骗人，忍不住冷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他会过上这样如阴沟里的老鼠一样的日子。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是在半年后，他大概是被债主催怕了，不知从哪里凑到了一笔钱，还想要偷渡到国外去。只知道最后上了船，下船的时候却看不到人影了，大概是被不知道的谁丢进海里喂鱼去了吧。经过这件事情，我再也不相信什么自己的家产一定要有血缘关系的人来继承。谁知道继承你财产的是人是鬼？我设立了一个助学基金会，让那些各个行业有能力却没钱更进一步的女性有足够的资金发展自身实力。而其中的很多小孩还会专门写信和登门来感谢我。你看，
哪怕是素不相识、有良知的人，都比朱倩倩、朱大明那样的畜生懂得感恩。我算是看明白了，血缘亲情算个屁！我出国前最后一次去墓园看了大哥，希望他能安息吧。我回到国外后，花重金聘请了专家，修复了我的鼻子，我的指甲也在慢慢的长出来了。这次回国，大大的伤了我的元气，感觉做什么事情都有心无力。我也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了，我慢慢的把生意交出去，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便开始了我快乐的退休生活。每天种种菜，打理打理花草，和同小区的大妈们跳跳广场舞，时不时再出去旅游一下。偶尔我还会被朱倩倩上门那次吓醒，可一想到她如今都死在海上，连尸体都找不到了，我便安心了下来。生活还要继续，而我快乐的老年生活才刚开始。那些恶心人、恶心事也随之远去，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